在美国的话，任何行业、任何人种，他都是公平的，所以说他都是平等的。所以说，这只是你的工作，只是你的一个职业。Hello，朋友们早啊！今天呢，我们去跟拍一个美甲店的老板啊，他在美国也有一些年头了。我们今天拍一下他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内容。包括他是怎么来美国的呀，还有他的一些在美国的一些个人经历，还是怎么样进入美甲行业的，怎么样把他这个生意从零到一，从无到有一步一步做起来的。对，这是一般几点钟出门接员工啊8点。8点钟。一般估计到店里面花多长时间？得1个半小时。1个半小时啊！我们现在在纽约法拉盛，先接员工。我们现在从后门进去啊。Ladies早。你们这先到了之后做什么准备工作吗？对呀，清理卫生。我们正常开门是9点半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所以说现在是客人一般正常9点半。9点半之后才来。一般是一天当中哪个时间点是最忙的？一般是中午。中午。对，每个地区不一样，有些地区是晚上忙。像曼哈顿的话，一般都是晚上忙。在曼哈顿的话，他都是下班之后，他们才去有时间去做。我们这边呢是住宅区，所以他一般都是早晨、中午。早晨、中午。对。一般下午3点之后就不太忙。对，差不多3。昨天的收入还满意吗？还可以吗？不行，那现在是淡季。今天预约了几个客人？今天不多，今天预约了大概是8、9个。他这个店是有多大平方？这是1000尺。1000尺。所有的算下来1000尺。对，就室内是1000尺。2015年，今年是2023年，8年了。店开了8年了。你当时这个店是怎么机缘巧合下找的？广告？熟人介绍？我以前没有他在这做。做了之后就转给我。他本身就是开美甲店。对。然后，那你当时转那个生意的话，你有交什么转让费啊什么的？有。当时转让费是那个时候2015年是多少转让费？那时候的便宜，就几万块钱。2015年，那你开始做美甲是从什么小工还是从什么做起的？技师。小工开始学。是那都是应该是2013年、14年吗？这2010年的时候。2011年到你自己开店是4年时间。那你原先刚开始学的时候是跟谁学的？是报的学校呢，还是说跟一个师傅学的，亲自带呢？你要先报学校，去报一个学校，学校里边去教你理论性的知识，然后你再可以找一个师傅带你教这个实践性的东西。因为指甲行业你理论学的东西学了完之后，你还必须要学一些实践性的东西。那如果说像一个外行，
那比方说我，或者说某些人刚到纽约，他要想打一份工嘛，那他现在是什么流程呢？是必须要做一个什么样的 license 呢？还是学习？第一步就是找指甲学校，去考 license，去考一个指甲 license，然后你再进入指甲行业，开始学做。但是你在这个学的过程中，学校它会教你一些基本的知识，但是这只是理论性的东西，实践性的东西呢，必须要到指甲店里面开始。他那个 license 是需要花多少钱？现在？目前的话是指甲 license是500块钱左右。500块。那一般像客人到你们店里之后，说他们平均消费是在什么价位？现在这个市场行情的话，现在市场行情的话，平均价位在一般普通手脚都在30到50之间。每个地区不一样，价格也不一样。但是这个呢，就是基本上每1个星期到2个星期必须要做一次，因为这是普通的一般停留的时间不会太长，一般就是停留1个星期，或者最多2个星期，因为你指甲长出来之后，上面你必须要重新做。那你们店除了这个指甲按摩，有那个房间是按摩的吗？不是，我们是拔毛。拔毛呢，就是拔眉毛啊、胡子啊、下巴，这个是我们是用蜡来做拔毛。他这个镇上，你刚才说的只有2万多人，应该基本上来的都是熟客吗？你都认识？80%到85%是熟客。15%呢是陌生的客人、新客人，比如说有时候有些是在这儿来看望朋友的人呀，或者是来这附近玩的、旅游的，有时候会过来。从你认识的这些师傅当中，或者说技师当中，从他刚开始入行到他开一家店，一般的话需要多长时间？你觉得？你自己要亲身去做，一般开始做的话，你可能都得3到4年。至少3到4年。对，因为你至少你要学会做大工。你只有学会做大工，才有把握去做出每一个客人。大工跟小工相比的话，它一般哪个地方比较难一点？那个技术上？一般就是做大工活的话，跟小工的话就是做一些普通的手脚，就涂颜色什么的。大工的话是你要做延长、贴甲片，然后上粉，这个比较难一点，因为它会用到机器，因为机器在磨的时候，如果不小心会把客人的手指头会打伤。那你就刚才你说的延长、贴粉，像这个大工的一个工作，那他要一个客人下来，他大概花多长时间？每个人不一样，有些人做工速度比较快，有些人做的慢。如果慢的话，可能就得1个半小时；快的话就是1个小时。那你们店现在有多少个大工？我们现在有2个大工。你当时最一开始是什么时候来美国的？是2007年。2007年。10几年了，15、16年了。15年、16年。你当时来美国的时候你多大？24。24。原先在中国做什么工作？在美国之前？以前在中国做印刷。印刷？是那种普通广告那种印刷吗？还是什么？就是做普通的印刷。那你当时怎么想突然来美国的呢？你当时是中国工作做的不顺心吗？还是怎么个情况？也是不顺心，就是想换个环境吧，试试。那个时候也很年轻了，对，才24岁。对，因为年轻的时候都想到处走一走，看一看。你当时来美国之后，一开始有什么感受？是不是从中国过来觉得很开心、很自由，一下子呼吸到很好的这个美国自由的空气？倒没有，第一个感觉就是第一感觉是你看到的这是表面的东西，感觉好像很旧，然后城市又不是很大，看又不是很繁华，就感觉说这怎么跟想象中的不一样？
你一开始来的时候，对，很不开心吗？第一觉得很落后。第一年也很有失落感，就是跟想象中的不一样。第一年是我什么工作都没有做，就准备要回中国。啊，你来了之后还想再跑回中国？对，也不想在这边待，因为说这不是想象中的美国。但是随着时间久了之后，你慢慢你才能会体会到它的优越性，它的好处在哪。因人而异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你后来心情怎么转变过来的？是干了很多工作吗？还是接触了一些人，碰到了什么事？后来是因为接触到了很多各行各业的人，然后互相了解，互相认识，然后慢慢喜欢。一开始来纽约之后，你住哪个地方？我住艾斯托利亚。当时在艾斯托利亚那边，还有在纽约大部分曼哈顿或者说法拉盛这些区相比的话，他们当时一个月房租是多少钱？一个月房租300到500之间。不是很贵啊。对，那时候的房租比较便宜，因为我当时是在朋友家那里住，一个月给他500块钱，包括吃包括住。包括吃包括住。你现在觉得跟中国相比的话，哪一点你过得比较舒服？比较自由。比较自由一点。对。一开始在美国做过什么工作？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去做蛋糕。做蛋糕。做过一段学徒做蛋糕。然后做了1年多2年，最后就随着时间就是也去了外州，去过北港做了一段时间。也是蛋糕糕点的之类的吗？对。但是因为语言的问题，再加上刚来语言的问题，还有一个这个作息问题不太合适我，所以说最后就是考虑又换别的工作做。你当时做那个蛋糕，当时那个用工的话是大概时薪大概是多少？那个时候？那时候做蛋糕，因为早晨起来的比较早，可是早晨基本上6点钟就要。6点钟起床？对，起床7点钟上班，所以说比较早。那晚上基本上也是5、6点钟就下班。5点钟下班。那老板当时给你开多少钱呢？当时的工资，刚开始学徒工资是1400。1400是1周、2周、1个月。1个月？对。那是2019、18、2008年的时候。2008年的时候。对。对。然后最后就是慢慢涨起来。你蛋糕做的怎么样？喜欢那个行业吗？不太喜欢，因为他是每天就不停的工作在做，一直在做，没有停。很单调比较枯燥，比较单一。那你当时在美国的时候，你觉得跟现在相比的话，当时那个就业环境怎么样？那个什么中国老板，对吧？招人好招吗？那时候好做吗？那时候生意比较好做，那时候招人不好招，因为那时候来的中国人没有那么多。没有现在多。对，所以说他招工不是很好招。那你一开始一直是做蛋糕，做这个甜品这个，你怎么突然接触到美甲这个行业呢？你美甲行业是当时怎么接触进去？因为当时是认识了一个朋友，在无意中就是认识一个朋友，然后他是做指甲行业的，因为他就介绍我说，你不行可以试一试指甲行业。那时候的指甲行业比较流行，那时候因为中国人刚进入到美国，都在往各行各业去渗透，再去探视哪个行业适合我们自己。所以说呢，有很多人在探视了之后，就是各行各业探视之后，指甲行业算是比较轻松，而且工资还相对来说比较高的。当时一般中国人从大陆来美国之后，他们基本上做什么行业？就是餐馆，然后装修。当时就是这2个行业，然后最后就是慢慢有指甲行业开起来，就是指甲行业。
但是最早的时候，他们是有这个医茶行业里边也有，做制衣的。对，在中国大陆啊，很多那个老观念，他们觉得护士啊，像美甲啊，都是女孩子做的，男生不太适合。你当时有这种心理障碍吗？你当时怎么看这种？刚开始有一种这种心理上是需要一个转变，但是因为在美国的话，任何行业、任何人种，它都是公平的，所以说它都是平等的，所以说这只是你的工作，只是你的一个职业，它跟性别没有任何关系，而且在这边做美发行业、做指甲行业的很多顶尖的都是男性，它跟性别没有任何关系，而且在这边做美发行业、做指甲行业的很多顶尖的都是男性，都是男性。基本上他们这美国人也不有这种职业歧视什么之类的。不会，美国人反而不但不歧视，而且他们很喜欢，因为他们觉得是你男的跟女的去做指甲，是你站在男的这个角度去欣赏你的这个作品，所以他会觉得这是男性喜欢的，所以他会喜欢让男的给他做。那你工作这么多年，工作当中有遇到过什么歧视现象吗？或者说有，刚开始的时候有，但是很少。很少。就是偶尔有些人就会问说，但是也是自身的问题了，就是你英语不好。英语不好。对，你如果说刚开始你英语不好，他有时候说什么你听不懂。对。你当时刚一开始做这个美甲店，从一个员工到一个美甲店老板，那你以前中间有遇到过什么特别的困难吗？还是一直都比较顺利？困难肯定是有的，比如说你跟房东的合约，还有你有很多这个保险呀的问题，很多跟客人的交流问题，因为你毕竟不熟嘛。所以你得一步一步去摸索，一步一步开始学。你如果说开一个美甲店，它现在的话必须要有哪些东西是必须要的？你必须要有美甲执照。美甲执照。然后要有这个开公司 license。你要有保险。员工的保险。员工保险、房屋保险、意外保险、员工工资保险，所有的保险都要买。这是缺一不可的。你觉得要是把这个长时间的经营下去美甲店，你觉得什么样才是最重要的？首先你得要有一个长期的打算。你要做好长期打算，因为指甲行业它做的是熟客。对，因为你刚开始，人家去1次2次可以，如果时间久了你工不好的话，他会流失客人，你的工要有保障。那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刚到美国，他想开一个美甲店，他或者说想从零开始，把以前的他可能来美国什么时候都不知道，他要做个美甲这个当个学徒工，刚开始做，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？我的建议就是，刚来你如果真想做这个行业，第一步先去找一个美甲学校去考一个 license 出来。因为在那里边你可以学到一些理论性的知识，然后呢你也能拿到 license。拿到 license 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去指甲店做实习生。做实习生。对，做实习生，你就慢慢培养，你的工达到一定程度，至少你要达到大工。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想办法去开店。一般现在小工的话，一开始做实习的话，比方说他拿到 license 之后，他的薪水一般是多少？是小费加提成吗？还是什么？还是有基本工资？他有基本工资的。他的基本工资加小费跟提成。现在这个行业最低1个小时多少钱？不一样，每个区不一样，还有每个州它时工也不像。
不一样的，是根据你当地的那个时工。像纽约市最低的是多少？纽约现在市的话，现在最低时薪是13块多一个小时。13块的。嗯，那现在如果说是白人去的话，可能小费一般来说15、20块钱应该是可以的。嗯，一般的行业的小费基本上5块，在20%到30%。20%到30%。对，好的客人呢是会达到50%，但是这是对于就说是在那个低消费的情况下，就是消费的额度不是很大的情况下，他是这样给你来算。如果说超过100以上，他就是按20%或者30%来给你算。